新年以来，解放军继续在台海进行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1月31号公布，过去一天共34架次解放军军机、9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0架次军机从12处不同地点飞越所谓海峡中线，被岛内媒体形容为极不寻常。解放军舰机此次大规模协同战巡台海，传递怎样的信息？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来看看报道。 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航迹图，1月31号当天，34架次巡台的解放军军机中，有20架次飞越了所谓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所谓西南空域，包括2架苏30战机、2架歼11战机、4架歼10战机、6架歼16战机、1架 BZK-005无人机、1架 BZK-007无人机、1架运8电子干扰机、1架运8反潜机、2架运8电子侦察机。 岛内舆论表示，这是解放军军机首次派出主力战机从北到南12处穿过所谓海峡中线，是历来最密集且位置最多的一次。而9艘次解放军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也是继去年8月30号围台军演后数量最多且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一次不光是说所谓主力战机的数量、质量，包括我们说有人无人机的配合、战斗机和其他的这个类型的军机之间的配合呢，应该来讲它的实战化的色彩是很浓厚的。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从苏30到歼11，再到歼10，再到歼16，那么这些战机呢，其实已经代表了整个印太方向在这个3代机上面的这个应该是最强的实力。我们是有信心去维护我们的国家的统一，维护我们的这个领土完整和主权。深圳卫视注意到，解放军这次在台海周边大规模活动，距离上次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不到1个月时间。1月8号，由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的演习呈现出多个新特征，也曾引发台湾舆论高度关注。无人机就是新特征之一。 岛内媒体认为，无人机在解放军演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台军公布的解放军军机航迹图可以看出2大趋势：第一是范围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所谓西南空域，整条所谓海峡中线都被常态性的穿越。实际上，大陆从未承认过这条线。第二是采用机种的无人化，解放军开始运用不少长航程的无人机。 台媒称，去年9月只有4种无人机近距离巡台，然而就在短短2个月后 ，BZK-005无人机便在台西南空域长途飞行，这或将成为新1年里解放军巡台的新常态，更加考验台军的反应力。BZK-005曾2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2015年还曾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我们能看得出来，解放军的这个体系化的练兵啊，那么应该来说呢，在这个新年。 那么可以说是也在不断的推进。这次的出现的2款的这个无人机呢，也是之前我们在这个台海区域看到的大量的国产无人机中的，可以说作为代表。那么应该来说，在我们的这个能力建设上，现在无论是从无人的这些体系，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在这个网络体系的支撑之下的一个完整的作战的更大的体系，涉及到海陆空。 甚至天电的这种配合的体系呢，应该来说构建的是越来越完备的。观察指出，解放军提高在台海周边演习的频率，是为了应对美台持续的军事勾连。外界注意到，解放军机舰此次大规模绕台之际，正值长期关注台湾安全议题的美国退役海军上将、美军前印太司令戴维森率团窜台，并与蔡英文当局会面。 尽管戴维森宣称此次仅以美国普通公民身份登台，但他曾因渲染台海冲突时间表而引发巨大舆论争议。而就在几天前，戴维森曾经在印太司令部的副官、美空军4星上将米尼汉也延续他此前的论调，变本加厉地炒作美中在台海可能发生冲突，招致美国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大量批评。美国的将领，他们无论是现役或退役，他们所炮制这些议题的目的。 并不是说为了美国的军队，为了美国的老百姓，为了美国的和平，他其实还是为了首先是自己的利益。你看呢，他们这些行动更多的是什么？在美国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的这个内容之中，更多的插入自己军兵种，包括自己背后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所需要的内容，希望给美国的军兵种和军事工业体系去崛起利益。而美国方面在这个区域的越来越多的炒作的。 最后呢，只能会让局势变得更为不稳定，更有不确定性。岛内舆论普遍担忧，在美国一些军官和政客不负责任的言论下，本就高度紧张的台海局势会因美国会新任众议长麦卡锡可能的窜台而火上浇油。台湾媒体人张宇轩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作为美国在野党领袖的麦卡锡窜台，不可能带来任何实质军售
售、经济，甚至台当局与美方协定上的任何承诺或援助。唯一能做的只有政治性的声援，付出的代价却是打破中美及台湾地区的平静。剩下的唯有麦卡锡个人的利益，在经历多次杯葛以及党内分歧，这才踉跄上台。不管是成立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或是仿效佩洛西窜台，麦卡锡都是为了巩固国内选举以及钳制拜登政府。眼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北京。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恢复因佩洛西登台而被中方取消的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介文吉认为，美国疯狂打台湾牌，实际上是一种充满焦虑感的自救行为。到目前为止，各种手段效果都不大。你看贸易制裁结果，美中贸易去年还创新高了。那另外科技战，美国也要付出很大的这些成本，而且它的边际效益递减，只有一个台湾牌。那台湾牌的话，说实话，真的是对美国来讲，真的哈，那个比那个类固醇哦，还有那个强效的这个抗生素哦，有用多了。已经不是救美国从老大变老二了，而是救美国现在国内矛盾重重。美国一定到外界去寻找一个敌人，解决它内部的矛盾。而从上次佩洛西窜台的结果来看，近2/3的台湾民众对佩洛西的作秀表示厌恶。介文吉预测，麦卡锡这次如果登台，不但不会对美国本身产生什么有益影响，反而可能进一步扭转台湾的民意，令更多的岛内民众期盼两岸和平统一。麦卡锡来台湾，那会对台湾内部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认为会进一步造成台湾内部的民意转向。因为上一次佩洛西到台湾来，台湾老百姓对于民进党执政党的抗中保台的政策已经失去信心了。你如果说这个麦卡锡来又增加这个军事的压力程度那我觉得台湾的民意会更倾向于怎么讲呢？希望用和平的方式。由台湾劳动党、统一联盟党等20多个岛内爱国党派团体组成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1月30号发表声明指出，台湾不应当美国棋子，不应做美国政客的造势工具。为此，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全台发动联署，唤醒台湾人民的危机意识，汇聚强烈不满的民意压力，强力反对麦卡锡来台制造台海危机，以争取台海和平的一线可能。针对麦卡锡计划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在1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方有关议员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不要做影响中美关系、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事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